哎，大哥，我去湖边看一下，要不要我陪你啊？喝你的茶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，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烟中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。这里是军营重地，女子禁术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速速招来，莫让我动手！你先让我把衣服穿上再问，不行吗？还想跑？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你说什么？好险，吓死我了！这难道是在做梦吗？不是在做梦。你是谁？快说！我是将军夫人。沙校尉，沙校尉，说，将军好像有心事。领兵打仗当然有心事了。不，
我一早就看见将军坐着发呆，连早饭也没吃。这女子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哥，大哥，你真有心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心事儿？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，是不是忘了呀？什么事儿？就我那个杜小弟，想见你。谁？杜小弟？对，就是我舅舅的那个小徒弟。告诉他没时间。大哥，人家都等你好几天了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个杜宾长得眉清目秀的，跟个瓷娃娃似的，脑袋瓜还特别机灵，聪明伶俐，人还特别好，对咱们的伤病细心照顾。你就当是给你小弟一个面子，帮帮忙见见他。啊，大哥。好，见。好嘞，谢谢大哥。哎，杜宾。哦。你不是一直想见袁大哥吗？我都跟你说好了，现在走吧。现在？对啊。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你要准备什么呀？我大哥又不吃人，快点，走了，快点儿。不是，你这，哎呀，这军营重地，不可勾肩搭背。你这一惊一乍的，怎么跟我大哥似的？沙校尉，敌军来袭！杜宾，你先回去。全体集合，快点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当心！杜宾，脱去他的衣服，清理伤口，咱们准备拔剑疗毒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脱衣服呀！哦，快！
哦。用剪刀。快跑！跑！渡边，好。麻烦一下。哦。剪刀给我。平安。还想跑？你是谁？快说！原来是他。哎呀，别捂着了，啊！起来起来。让开让开！你是新来的？之前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医徒杜宾。就是沙平威经常跟我提起那个杜宾。正是。怎么长得像个姑娘？哦，将军，您伤还没好，快坐呀！快请坐。你把头抬起来，我看看。我是不是见过你啊？是吗？哦，是的。在哪儿？就是那天，您忘了？您得胜回营，我跟着营里的弟兄们去广场上欢迎您。那个时候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，您好像还跟我点头示意呢。啊，将军，您该喝药了。那个，将军，我看您还是需要静心休养。我师傅他等会儿就来，我还得回去熬药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杜宾，你先别着急走，过来坐一会儿。
坐吧。将军，我就不做了。听你的口音，扬州人。是扬州人。扬州有个扬威武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扬威武馆嫁女儿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那我没听说过。那个，哦，我家住在城东，那个扬威武馆离我家远着呢。这样，听评委说，你这次随师傅来军营行医，还想顺便找兄长。我兄长，他叫杜奎。我这支队伍当初招募的时候便在北方，大多招募的都是当地士兵，因为距离南方比较远，投军不易，所以鲜少有扬州那边的士兵。不过我会派人查查军籍，看看有没有扬州那边的士兵。谢谢将军。杜宾，你是听谁说的要来荆州找你兄长？是这样的，将军。我兄长和我邻居家的几个哥哥一起北上投军，可是时隔几年都没有回来。这前几天，我邻居家的哥哥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带来消息说，我哥哥他可能已经几经辗转来到荆州了。这不，所以我才会来到军营嘛。先生，将军，师傅，你来了。将军感觉如何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只是这支箭头上有剧毒，想要彻底消除体内的毒气，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。将军，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好生调养才是。好。杜宾，我调好的那10味草药，赶快去帮我晒干磨好。我现在就去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先回来。将军，这箭伤调养之事，容不得马虎。我看你这大帐之内，连个士兵都没有，不如这样，我把杜宾留下来照顾你，你看如何？好啊。只是今后就要劳烦杜宾小兄弟了。师傅，我那10味草药还没弄好呢，不如我明日再来吧。不用，你就照顾好将军就好了。将军，告辞了。要火。这三少奶奶会武功，没看出来啊。不过这三少奶奶来了以后，这三少爷就跟冲喜冲中了似的，气色居然好了许多。冲喜嘛，有冲好的，有冲死的，只是要看二人的命格相不相合罢了。你这意思是说，这杜冰燕与三少爷命里有缘喽？也许吧。哼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与杜冰燕眉来眼去。哎呦，
我的乖小巧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从水榭说起，从走廊说起，从花园说起，从你第一次见杜冰雁说起。小巧啊，你呀，你可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可就是心眼太小了。倘若这个毛病不改，那你日后如何做齐府的女主人啊？其实我也不想当什么女主人，我只要你对我是真心实意，是真正把我当作知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把话题扯远了。你这日日上楼送药，你可有发现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之间合得来吗？有什么不合的？这两人日日在屋里打情骂俏，嘻嘻哈哈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与三少奶奶攀谈，实则就是为了探探她。你谈他做什么？我就在想呀，这杜冰雁来到齐府究竟能够带来些什么？前几日王胡子告诉我，杜冰雁救了江州那小子，他好像会些武功。我就在想呀，这杜家小姐怎会习武呢？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乖小巧，我现在此时此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要交给你来做。是什么？我要你去打探打探他们的虚实，查证查证，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哎，小姐，小巧来了。小巧姐，你怎么来啦？三少奶奶，我给三少爷送药来了。小巧啊，你这每天跑过来跑过去的不累吗？要不你把这药给小喜，让他来接。三少奶奶说的倒是个好主意，不过这熬药送药是老太君吩咐的，他不发话，我哪敢偷懒呀？您说是不是？有道理。小喜，哎，把这药给三少爷端过去。是。三少奶奶，我有个事儿想求求您。你说。我早就听说扬州的刺绣名扬天下，三少奶奶您又是大家闺秀，这女工定是一等一的好。您今天就让我见识一下吧。小巧啊，我们杜家虽不比齐家家大业大，但在扬州也算是富庶人家，家里的绣品衣饰都有专门的绣娘去做。我娘也说了，家产虽薄，可也不缺姑娘那根针线，不像小户人家，让姑娘穿针引线，小家子气得很。那不知三少奶奶在闺阁时都学些什么呀？那当然什么都学了。我们杜家是经商的，要学什么经商之道，什么如何以……哎呀，三少奶奶，这经商之道你也懂啊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过就是学习如何做生意，如何赚银钱。三少奶奶，您可真厉害。没什么。那杜老爷可让你掌管商行？当然了，这18家商行我都管过。小巧姐，给你。
那三少奶奶，我就先退下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们俩刚刚说什么了呀？管过18家商行，哼，这话你信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和老太君这样说，让老太君去查齐府账目，就说刻不容缓。记住没有？唉，我这个年纪呀，也不知道还能为齐家操多少时间的心呢。天磊呢，身体时好时坏的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顶起齐家的门户。好在呀，我有一个世招，要不然呐，我可真是寝食难安了。世昭将商行管得不错，这也是老太君悉心教导的结果。只不过他柯家在江州的产业也等着他回去继承呢。咱们齐家怕不会是他的久留之地。这件事情我也想过，可是天磊现在还不能出来主事啊。老太君，这三少爷现在可有好帮手了。谁呀？三少奶奶呀。三少奶奶？三少奶奶怎么了？呀，老太君您还不知道啊？这三少奶奶在扬州的娘家不喜女工，专事经商理财，连哥哥弟弟都对她甘拜下风呢。这都是谁告诉你的？这三少奶奶亲口告诉我的。您的亲家扬州的杜老爷，把18家商行都交给他管呢。哦，真有此事。哎呀，那可是太好了。怎么样，我给你娶了这么好一个贤内助。哎呦，那都是老太君您呐，眼光好。哎，你马上去请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过来，我们要试试他。好。日照香炉子生烟，错了。遥看瀑布挂前面，又错了。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伸出来。这都念不对，再来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伸出来。
坏蛋！哎，包家嫂来了，快坐，渴，快渴！小巧来了。三少奶奶、三少爷，你们看书呢，可让我好找啊。有什么事啊？老太君有请。老太君找我什么事啊？在咱们齐府，只要是老太君有请，不是好事儿也是大事儿。好，那你回去告诉老太君，我跟别眼一会儿就来。好，那我先告退。奶奶，奶奶，母亲，母亲，过来坐，过来坐，快坐吧，坐下。冰燕呐，听说你在娘家的时候经营过18家商行，可有此事？管过。以前，我经常跟着我爹爹，看爹爹管账来着。我爹爹就让我试着管了几家，看我管得还不错，就说等我18岁之后，再让我管理几家来着？18家啊，管理18家，对，18家。然后我还没到18岁呢，就嫁到林州来了，所以实际上还没有管到18家呢。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一个女孩子，小小的年纪就跟着父亲管理商行。奶奶我25岁才开始管理商行。天磊啊，你这个新娘子比奶奶当年我要有能耐得多。坐吧，坐吧。你管理的那些商行，进的都是什么货啊？木头，都是木头，奶奶。你们家商行经营的都是木材生意？没听说过呀。您没听说过呀，奶奶？其实也不全是了，我经手的2家卖的都是建房子、打家具的好木料，剩下那些边边角角的木料，我觉得扔了可惜，就把它们扔给2家小店铺，让他们当柴火卖。想不到他们还蛮有生意头脑的，卖得很好。后来在扬州买了好大块地呢。你笑什么？他们真的买了好大一块地。不错不错，你这个小丫头啊，还是蛮有经商头脑的。
啊，对，做生意就是要学会动脑子。我们家天磊啊，身子弱，以后在这方面，奶奶可就要倚重你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是我们齐家在林州14商行的账目会审，你就来做主持，给他们讲讲经营之道。可好？那个奶奶啊，冰燕她刚到林州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看此事还是交给柯表哥主持比较好。哎，事情都是从不熟到熟的嘛。对。奶奶，这冰燕也是刚到咱们齐府，又是年轻后辈，担此重任不太合适啊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看挺合适的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嗨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呀！哎，小姐，你的脸上怎么都是汗呢？吹的。吹的？这风怎么还能吹出汗呢？吹牛吹的。你们家小姐呀，把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。她说她在扬州管过18家商行，那老太君一听，开心的不得了，明天就要考她，让她去参加这14家商行的账目会审。啊！哎呀，这可不是玩儿，小姐，你会考糊的。那就不考了，我们走。走哪儿啊？回扬州。哎，你们可不能走啊！你这脚底抹油一溜，那岂不是麻烦就大了？哼，能有什么麻烦啊？你想想，你要是现在一走，岂不是证明了你自己不是杜冰燕，而是假冒的杜冰燕？人家能放过你？还不光是你，你那扬州的爹娘都会受到牵连，他们还会吃官司，倒大霉。小姐，齐三公子说的对啊，咱们不能溜啊。那能怎么办嘛？考我又不会，走又不能走。这要我说呢，就考。考？我对算账一窍不通。你不通，我帮你通不就行了吗？我自小在武馆长大，对做生意根本不感兴趣。我也不是那种爱钻钱眼的人。这话说得好啊！知我者，侠义人是扬州李玉湖李小姐是也。不过这句话可不能明天说，明天得换一个说法。说什么？小喜，你的肚子里边是不是装了些许扬州歌谣啊？其中有没有讲做生意的？我想想，哎，有了。买卖不算账，生意呀难兴旺啊！对对对，就这样的，继续说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继续。见人3分笑，客人跑不掉。再来。算盘打得精，马褂改背新。不怕生意小，就怕客人少。账算3遍清，任你。就到这儿，打住。可我还有好多呢。小喜啊，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歌也背得妙，字也写得好，所以呢，我安排你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刚才背的用纸和笔全都写下来。第2件事就是为我和小姐准备夜宵。今晚
我们要打通宵。是，我马上去。都不让人睡觉的吗？谁让你平时不用功，逍遥自在的？这就叫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。哼，哎呀，小姐，你快背呀！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不……哎呀，小姐又错了，重新来吧。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见人三分笑，客人躲不掉。做商变行商，财源达三江。哎呀，对了，这次全都对了，一句都没错。小喜，你已经办好了2件事情，我再交给你1件。你去外面找个暗处藏起来，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你看，我都会背了。这次能顺利过关了吧？还不能过关，你还得再背几首才行。那你赶紧教我呀！不着急，我先教你点其他的。坐吧。明日你便照葫芦画瓢，按我做的，原模原样的演一遍即可。这查账本一定要样样查对，口中轻念项目目录，达到心口合一，手眼合一。哎呀，我会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就是要摇头晃脑，左顾右盼？做的还有模有样的，孺子可教吗？还有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关于齐家的秘密。咱们齐家表面上看起来有14家商行在盈利，但其中有1家是亏本的，叫做大力木材行。柯世昭和老太君都不愿意说，我便悄悄地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叫做大力木材行。大力木材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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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住了。好，还有。若是明日遇到了一些答不上的问题，你一定要随机应变。我怎么随机怎么变呢？我自然会提示你啊。提示不就露馅了吗？不会。看好了，明日我眉毛一挑，说得很好；眼睛一闭，多说无益；左耳一动，唉声叹气；右耳一动，便夸老太君决断英明。你这耳朵真会动啊！还有，我鼻子一捏，立刻装病。装病不是你的活吗？我可不能再装病了，再装病我就欲盖弥彰了。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，你就要装出一副要呕吐出酸水的样子，就像这样。你这是喝多了吧？你又吞进去了。那你来试试。各位主管，请喝茶。小姐，放轻松，别紧张。外祖母，他们人都到齐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各位主管，
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她是我的孙媳妇，杜冰燕。她娘家在扬州是有名的大商户，16岁她就开始管理商行。今天特意带她到这儿来跟大家见个面，致个礼。冰燕，冰燕啊，你可以开始看账目了。外祖母，既然表弟妹是商贾世家，誉满扬州，不妨先让她说说这杜家的经商之道，以及投资之窍吧。您看如何？有意思。哎，冰燕啊，那你就跟大家伙说说呗。在座的诸位都是行家，冰燕在这里班门弄斧了。说到这行商之道、理财之窍，想必各位都很清楚。小时候我爹爹也教过我，这个道理可太长了。可是我们扬州人做生意喜欢长话短说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说道说道。要是说得好，请诸位捧个人场；要是说得不好呢，就请诸位多多包涵。说到做生意，这买卖不算账，生意难兴旺。不怕不赚钱，就怕货不全。见人3分笑，这客人啊跑不掉。做商变行商，财源达3江。果然是出口成章，是才女。飘小十里满城，共聚欢喜，相遇曲折离奇。就算跨这算盘打得精，马褂变背心。不怕生意小，就怕客人少。绳捆3道紧，这账算3遍才能清。这消息抓不准，买卖得亏本。好，言之有理啊！这问不烦，挑不厌，生意兴隆，客满店。一样货百样卖，嘴甜似蜜，卖得快。货畅其流，利无尽头。本大利宽，薄利多销。随行就市，水涨船高。鸡要卖叫，鱼要卖跳。眼睛一闭，多说。我不能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能再说了？奶奶，我要是再说的话，就成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了。这孩子心直口快，说话也不会遮拦。好了，表弟妹，这些是我们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，还请你过目。奶奶，我是抽着看呢，还是都看呢？由你来定。那我就从头到尾都看一遍。算是个奇才吧。
奶奶，这些账做的都挺好的，就只是有一家动了歪心思，有些弄虚作假。这丫头眼睛怎会如此之尖呢？冰燕呐，这美罗账本的旁边都有商会的名字，你刚才说的弄虚作假、动歪心思的，是哪一家商行啊？那就是这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哎呀，哪一家？叫什么木材行？没关系，你就大胆地说吧。我得套出来。奶奶，我呀有个能力，就是能听懂大家心里打算盘的声音，他们会和手里的算盘打架。要不给您展示展示？好啊，各位，咱们一起来看看三少奶奶的本事。各位大主管，算盘打起来！这丫头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停！奶奶，这边的算盘打的可是真响啊！童叟无欺，生意精。诚信经营，生意兴。我眉毛一挑，说得很好。要想生意好，这账啊得算清。就是他。嘿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可真神呐！冰燕小姐，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账本，便能找出我们的问题，真是个行家。歪打正着，歪打正着。奇怪，这账都做平了，他怎么知道大林木材行亏本的？表弟妹，你果然聪慧过人，是招佩服。来，请坐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表弟妹啊，这个是大林木材行的账本。还请你仔细过目。冰燕啊，你好好看看，再说一说他这个是怎么歪打算盘的。
该死的，怎么还不说话？这丫头心直口快，这要是把大林木材行亏本的事情抖出去，又伤齐府的体面呢。明日只要你一见我捏鼻子，你就要装出一副老太君，我看三少奶奶这个样子，该不会是有喜了吧？我看像。冰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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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这账不要看了，也不要再算了，你赶紧到房间去休息吧。天磊，快让他回房间休息。是，奶奶。小巧，你快去帮忙。是。就到这儿吧，小巧，回去告诉老太君就放心吧。没事的，还是先让我把三少奶奶送回去吧。不需要了。好。哎，这个病症可真管用。我有，奶奶就让我走了。哎，这到底是什么病的病症啊？以后我遇到麻烦就这么着。我的小姐呀，这个病可是不好时时拿来当挡箭牌的。为何？是有喜了。齐天磊，你坏！哎，你自己吹牛惹的祸，我连滚带爬的帮你过了关，你还说我坏？你怎么不坏了？教我酸水。那别的病你也装不像啊。生小娃娃的女人才有酸水呢。明白了。小喜你也坏，才告诉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喜不坏，我也不坏。我又没有把小娃娃从你脚底心塞进去啊。你坏，坏死了！你坏，坏死了你！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。眉眼含秋荷，风卷罗裙带。青叶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瓢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青丝指尖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。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和着相思谣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。我要在今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瓢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青丝指尖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的好意地动山摇。
登10里扬州路，名花倾国两生欢。我与玉狐妹妹也是得见佳人，两生欢喜。柯少爷，柯少爷，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练武呢。三少爷身体没病，他在练武。别打了！小姐饶了我吧！小姐，我再也不敢了！小姐，我敢赌咒，如果我看花了，由不得好死。你什么意思？就让我看这个？千真万确，我刚才真的看见他们在练武。好了，冰叶。好了，这种事没必要赌咒这么严重。好了，小强，这件事咱不想了。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，还是要跟我说，记住没有？好吧。好，下去吧。还敢不敢了？冰叶，好了。还敢不敢了？冰叶。方才好险，还好我机灵，早做准备，不然我俩都得遭殃。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且猜猜。什么题？你就猜猜是谁怂恿老太君考你的。方小巧。猜对了一半。柯少爷。这还差不多。可他为何与我作对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你再在齐府待些时日，我慢慢告诉你。又跟我打哈哈。我刚来齐府的时候问你，你这是需要冲洗的病秧子吗？你怎么跟我说的？哎，这事儿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。反正你人都在齐府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可你告诉我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告诉我。反倒是把我肚子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了。齐三公子，你要是再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就……你就怎样？我可防着呢。为何无病装病？好好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先坐下。行，那先且说这齐三公子为何有病变无病，无病变装病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废话，赶紧说吧。好好好，我说。话说这林州首富齐府，几代男人骄奢淫逸，吃喝嫖赌，落得个疾病丛生，身亡命丧。老太君主持家政，只见大哥齐天祥老实敦厚，先天不足；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于是呢，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。老太君对我格外宠爱，让我每日待在屋中，休养生息，锦衣玉食，人参燕窝供应不绝。可正是因为这样的宠爱和骄纵，让我灵气有余，精气神不足，落了个病秧子的下场。但这不幸中的万幸，我这歪歪扭扭的病秧子也长大成了人。可是近几年，咱们齐府不知沾染了什么邪气，怪事不断。什么怪事？先是我那老实木讷的大哥齐天祥，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，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，忽然之间就再也叫不醒了，就这么离奇的死掉了。我大哥死后不到1年，我二哥也遭遇了厄运。我二哥齐天放生性闲散，但并不骄宠，
身子骨比我还强出了许多。若是他能改掉闲散的毛病，或许也是咱们齐家一名有用的男儿。可就在那个夏天的晚上，天气闷热，二哥齐天放开敞门窗睡在凉席上。夜深人静之后，我二哥便中了蛇毒，不治身亡。这太蹊跷了！好端端的祈福，为何有这种毒物？那个时候，由于我大哥二哥相继离世，齐府上下都流传着一个传闻，说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。那时的我被吓得心惊肉跳，寝食难安，我便病上加病。再后来，后来怎样了？万念俱灰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金笼子里面的病鸟。我便找了一天，甩掉了所有的丫鬟和仆人，一个人逃到了城池外的荒郊野岭。救下我的人，便是我的恩师刘若谦。师傅将我带回了齐府，带到了奶奶面前，说我还有救。奶奶便将他留到了齐府，他便成了我的师傅，还传授了我一身武功。这么说起来，你还真是不容易。想起以往，恍如隔世。恩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你这从有病到无病，我是听明白了。可是从无病到装病，其中缘由你还没告诉我呢。恩师来了府中半年，对咱们齐府的情况洞若观火。他告诉我，钱财对于穷苦人家来说，那是救命生存的根本；可对于咱们齐府，那是催命的毒药。别看这亭台楼阁、碉楼玉柱，这齐府里面的人早已变身豺狼，杀心四起。师傅还告诉我，要我韬光养晦，装出一副大病未愈、时好时坏的样子，方可让豺狼掉以轻心。那你就不能求求你师傅帮忙，将豺狼绳之以法吗？冰冻千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此人在齐府隐藏极深，若想抓住他的把柄，还需等待时日。我看你们这齐府，根本就没什么好待的。那你是想回扬州去了？你们齐府就是泥塑的金刚，外头看着亮，里头黑得很。我李玉湖迟早要回去的。那你是想把杜冰燕给换回来？那更不可能了。冰燕姐姐就是个文弱女子，又不像我一身武艺，什么都不怕。玉湖小姐此言一出，价值1000金。我齐天磊不求天不求地，但求玉湖小姐留下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为何要助你一臂之力？你忘了，我不也助你一臂之力了？要做什么？捉狼。玉湖妹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，乃江湖侠义人士，不知意下如何？本小姐答应你。
将军。将军，该喝药了。杜宾，我好像确实在哪儿见过你。将军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天您得胜回营，您在马上，我在马下。不对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我帮你。与异族大战所伤，战了7天7夜，血流得直了。此伤看着深入3寸有余，都是旧伤。这是被昔日战友所出卖，没防得住背后的暗箭。将军为国为民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药童，竟如此深明大义。我之前也读过几年书。哦，我该给您换药了。有些痛，您忍忍。师父再三叮嘱过，说箭疮难愈合，尤其是您这带毒的箭疮，就更难愈合了。将军，您还是赶紧上床歇息吧。好，我帮您把衣服穿上。将军，我看您这儿也没个人收拾，我帮您收拾一下吧。好。廷尉，你刚才说将军已经去世过2任妻子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一个夫人好像是难产而死，当时母子俩都没保下来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夫人好像是随将军一起远征西南边关，长途跋涉，突然中疾不治而亡。也不知道给舅舅倒水。我刚才没倒。我问你，袁将军那逃走的女子，袁将军就没有派人去追过吗？
将军天天打仗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管这事儿啊？大哥说了，人家小女子不愿意就算了。评委，日后你要多向袁将军学习啊！我知道了，舅舅，都说了800遍了。啊，强身健体的，好好补补你自己的身子。谢舅舅。一天到晚傻兮兮的。我才不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俩人，不对，这瞧着是个女的呀。杜宾，杜宾，这杜冰雁是假的，但新娘子却是真的。这不就是杜冰雁少了一个字吗？哎呀！将军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多好吃的。将军，你中了箭毒，有些发物不可乱吃。我呀，特地选了一些温补的食材。快来尝尝。差点忘了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还是我喂你吧。不用。啊？我堂堂将军，怎可如此？虽说你是将军，那也是我杜宾的病患，在战场上听将军的，在这病榻前，那可得听我杜宾的。还是我来喂你吧。味道如何？我征战沙场多年，少有热汤热食，能喝上口热的真好。那就多来几口。小乔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三少爷送药啊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少奶奶，小乔姐来给三少爷送药啦。三少奶奶，这药已经熬好了，得让三少爷亲口喝下去，老太君才能安心呢。他已经歇着了，交给我吧。你去歇着吧。小乔姐，三少爷他已经睡下了，而且三少爷身体不好，我替他谢谢你了。你快回去吧，明天还得早起呢，快回吧啊！他们就是天天喝这药，才命贱黄泉的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养这些小白鼠了。
记得1日1剂。来，杜宾。跟我来。下一个。谢谢。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杜宾，再给他拿一些乙种药丸。好。乙种。哎，杜宾，忙着呢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呀？舅舅，你再给我开一个上次的药丸吧。哦，杜宾，帮他去拿1颗乙种药丸。哎，杜宾，这个药可好了，要不舅舅你给杜宾也开一点？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儿啊？要不要我让将军给你多加点训练？哎，别加了，别加了。喏，谢谢你啊。快走吧。杜宾。啊。来坐。哦。为师帮你也好好卖。我？右手。师傅，我这……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一会儿我给你下个药方，你回去无人的时候再看。1两柴胡去林州，4文冰片到边城。淑女乔装入军营，主将帐内巧应承。严酷军规莫忘记，大义丧命万不能。如须为师来相助，明日见面续详情。杜宾，师傅。为师帮你开的药不难吃吧？不难吃。师傅，我悬壶济世救过许多人，杜宾，就你这点小病，师傅保证帮你治好。禀报将军，按您吩咐，小人查了咱们部队军籍，如今服役人员当中并没有叫杜奎的人。前2年的骑兵当中倒是有扬州人士，但去年也调配去支援南方了。将军在吗？去吧。是。将军，杜宾。将军，我来帮您看看伤口。
师傅，将军的伤口都已经愈合了。好，将军，我再为你把把脉。刘先生，请。将军，请放心，再休息2日，便可上阵杀敌了。多谢刘先生。杜宾。哦。我已命人查了军籍，我部并无杜魁其人。兄长不在此处。可当年……不知你来军营意欲何为？我将军，当年我这个小徒弟跟随我的时候，还是个半大的孩子，哪里知道军队的归属之地啊？他当年只记得他的兄长参了军，这才随着我走遍了许多的军队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大哥，大哥，敌军又来叫阵了。又来叫阵，而且这次出来的都是骑兵，恐怕是要冲营啊！替我准备战袍。且慢，今日不可上阵杀敌，崩裂的伤口很难再愈合。刘先生，等不及了，评尉，马上调派100名弓箭手上阵御敌，我去观察敌情。是，将军，我和杜宾一同前往，以防不测。将军，敌军已经教营2天了，他们前面是骑兵，后面是步兵，看样子是要冲营啊！敌人此次以骑兵为主，妄图依己之长，攻我之短。咱们的弓箭手和长枪兵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敌人应该不敢强攻。我们要分成几步，四处游动，或趋前击敌，或佯败诱敌，诱导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。但敌军如果强攻怎么办？那咱们就跟他们硬打。是啊，强攻怎么办？是啊。逃不下来。还有吗？将军，杜宾虽未上阵杀过敌，但也读过几本兵书，也有一计想要献上，不知可否？当然，请说。我与师父在军营行医之时，发现敌军长期为我军所扰，又远离后方给养不足，因而人马皆乏，常显疲惫之状。我刚刚登楼望敌之时，发现仍有此迹象。有何依据？近日我都是在敌军生火做饭之时登楼观察，我发现军营中的士兵皆是以大铁锅做饭，我以我们军营的现状为依据，推算出大约是30个士兵共用1口锅1个灶。此法便于行军打仗，30个人为一边，想来敌军也是这样想的。而且杜宾发现，近日敌军生火做饭的数量明显有减少。你怎么知道？金城干燥，若想生火做饭，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枯枝，而这种枯枝虽然容易燃烧，但也极易产生浓烟。近日我发现敌军浓烟的数量明显减少，如果有此种情况，只有一种可能：粮草不足。将军也推算出来了。观察入微，心思缜密，做得好。那针对此番军情，你有什么计策吗？我想，既然敌军的士兵都没得吃，
那他们的马匹定然也是饿着肚子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把我军刚刚煮好的黑豆发给最前排的每一位士兵，当敌军策马而来之时，将黑豆倒洒于地上。不是，杜宾，敌军马上就要攻进城了，你还要把人家喂饱，这是什么馊主意？你继续说。我想，那黑豆香气扑鼻，那些马匹本来就饿着肚子，他们闻到黑豆的香味，定然会四处散开，也不会再听敌军的指挥了。我们便可趁此时机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听令，在。按照杜宾说的，去准备。遵命。师傅，我一直有件事想问您，您为何不仅知道我叫杜冰燕，还知道那个姑娘的名字呢？其实啊，为师什么都清楚。扬州杜家的杜小姐本来是要嫁给林州齐府的齐天磊，那荆州的原部区本来要迎娶的是扬州李府的李玉湖。两位小姐同天出嫁，同上花轿，同时进入了仙女庙，情急之中拿错了盖头，上错了花轿。师傅，
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那是因为师傅掐指会算，人送外号刘半仙。师傅，冰燕真是三生有幸能成为您的弟子。从今往后，我还要跟您学医、学剑、哦，学武功，更要学这占卜之法。哦，你这是要把师傅毕生绝学全都学去啊？就算是师傅的亲女儿，师傅也未必都会传给她。哎，那师傅，不如什么？收我做干女儿吧。好一个聪慧的干女儿！干爹在上，请受女儿一拜。嗯，来，冰燕。其实师傅呢，并非什么高人。我是从林州过来的，齐家的三公子也是师傅的徒弟。哦，天磊装病，是为了应付府上那些奸邪之人。哦，对，你的玉狐妹妹，功夫了得，她和天磊情投意合，也算是上天的安排，缘分之事真是妙不可言呐。现在林州这边歪打正着，巧配了姻缘。如果荆州这边，你们二人也能情投意合，那就是上错了花轿，嫁对郎啊！师傅，还叫师傅？干爹，瞧您说的。哎，杜宾，我正找你呢，你献的可真是锦囊妙计，敌人的骑兵被我们打败了。哦，真的啊？沙校尉，你就给我们讲讲呗。讲什么？讲满地撒黑豆的事儿啊？对呀，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跟你说啊，撒黑豆呢，听起来就是个小动作，对吧？但实际上这是个连环计。敌方的战马一闻到那个黑豆的香味啊，全都低着头，到处找豆子吃。就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战鼓雷鸣，直接冲杀过去。敌人以为我们神兵天降呢，顿时就没有了那主心骨。我们就像砍刀切菜一样，直冲敌方大本营，大获全胜。哈！来，都猜猜，出这个点子的人是谁啊？谁啊？沙校尉啊，我们哪猜得出来啊？你告诉我们呗。是啊，跟你们说，出此其策的就是我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兄弟，杜宾。哎，大哥来了。将军，我让你在这儿给我操练，你在这儿跟我瞎吹呢。兄弟们都累了，让他们休息休息。也不知道谁说的，说人家出的是馊主。这大哥，哎，你这个伤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那就好。今天我到这儿，就是告知大家一声，今晚在这儿举办庆功宴，所有人今晚必须到场，没有借口啊！大哥，酒肉管够吗？你怎么整天都是吃啊喝的呢？我这管，今晚畅饮，畅饮！多谢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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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哥！多谢将军！继续吹吧。吹完赶紧让他们回去休息。行。干爹，我们的药材用得太快了，那药箱都快空了。您说这可怎么办啊？近日我回林州去采购一些药材，顺便正好去看看玉狐和天磊的情况。对了，干爹，你等等我啊。干爹，今天我看到了这个。
三爹，这是何物啊？这是一对痴男怨女的信物。我有位师兄叫做风彻，医术十分高明，当年救助了很多病人。只是可惜的是，为医者却不能自救。那这朵莲花为何只有半朵？另外半朵去哪儿了？还有，师父您刚刚说的那位风师兄，他又经历了什么？这半朵金箔莲花，是我师兄与他心爱女子的定情信物。